后这个东西呢，一定要买，为什么呢？那上一期呢，我们讲了一下从汽车性能和房车性能上来选择相匹配的你的房车。那这一集呢，我们就是着重讲一下一些安全方面的知识。首先，一个买完房车，第一个我考虑的就是一个 weight distribution hitch， 就是重量分配脱钩，就是这个东西。它本身呢，就是有差不多70-80磅的重量，是全铁的，是 Blue Ox 品牌的，它是 Blue Ox Sway Pro， 就是说它还带一个防摇摆的功能。什么叫防摇摆？我可以建议大家去 YouTube 上面搜一下死亡摇摆，上面有好多很刺激的小视频，大家可以学习观摩一下。重量分配脱钩，它的作用是说通过一个物理学的原理，把房车蛇重施加在我车后轮上的重量平均的分配它到我的前轮去。那为什么要这样子弄呢？就是它的蛇重是有600-700磅的重量，然后压上去以后呢，会施加一个很大的力在我的后轮轴。那这样子对我的后轮轴会产生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说它的载荷很大，可能是满载。然后长此以往呢，就是会对后轮的悬挂避震产生一个加速老化的功能，甚至有时候会损毁。如果遇到 bump 了，那时候就可能会损毁这样子。然后如果你把重量分配到前轮呢，这样子对后轮的载荷就会减小很多。就是说有人在你负重前行的时候，如果有人给你拖一把，你就会省力很多。又或者是打个比方，就是说你架着一个人走和2个人架着一个人走，那你就是说你只负担了一半的力，另外一半力就是负担了另外一个人身上，就是这个一个原理。如果不用这个重力分配脱钩呢，如果是 trailer 的重量比较重，它的蛇重比较重，它会让我的车子产生一个跳头的现象。大家都知道，就是说车子转向主要是靠前轮，刹车呢也是很大一部分是靠前轮。如果我的车子翘起来了，前轮的和地面的附着力就会减小，那这样子就加长了我的刹车距离，然后减弱了我的转向功能，这是一个安全隐患。所以说重力分配脱钩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配件，我强烈建议大家去买一个。当然如果你的车子非常大，比如说是个皮卡级别的2500、3500，然后拖一个2-3千磅的小 trailer， 那你不买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前车的性能实在是很强大，就相当于马路上我们大家看到的那个拖车公司的拖车，它都是后排轮双轮，然后车子又很大很重，然后拖你的车子就是轻轻松松这样子，那就那个时候就可以考虑不买这个配件。当然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说大家还是以家用车为主，可能是半吨 F150 Ram 150这种甚至像我们这种全尺寸的大车 SUV， 那就是说它的重量跟你的trailer 的重量可能差不多，或者是只是 trailer 比它轻一点点，那这个时候你就要买一个重量分配脱钩。然后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到底它是怎么样一个功能。我们现在还没有挂 trailer 到我们的 hitch 上面，现在就是说前轮和后轮它是属于相对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大概量一下，就是到我的手掌这边，然后这边还是稍微有很大，比前轮有大一点的空间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开始把房车给它挂到我们的车这个 weight distribution hitch 上面，看看会发生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我现在把 trailer 挂到了我们的 hitch 上面，但是呢还没有装这2个分力杆，所以说它现在只是单纯的一个钩子，而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只是把钩子装上去。因为没有装这个杆子，所以它力还没有去分配过去，所以说它这个钩子上面是承担了所有我的 trailer 的 ton weight， 就是蛇重的重量。那我们过来看一下，刚刚我们量的时候，我的后轮是到我这里左右，那现在已经大概有了这点距离了，看到没？就是说
往下沉了。那再来看我的前轮，前轮刚刚是在我的手这里，现在已经就翘起来到上面去了。那所以就是说我的车头已经开始翘起来了，翘起来了就是说它前轮对地面的附着力就会减轻了，因为学过物理的大家都知道它的地面的摩擦系数和轮子的重量下压的一个重量的关系，这里我就不展开说了。但是就是说，只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就是说，如果不用重力分配杆的话，车子是不平衡的。我们的 trailer 又是600多磅的一个 ton weight， 所以说挂上去以后，基本上就到它最大的载荷了。所以说，如果不配重力分配器的话，你拖的时候会感觉方向盘会很轻，那是因为你前轮的对地面的附着力减轻了。刚刚已经是把重力分配器的2个杆子给它装上去了，那现在它是已经开始起作用了。2个杆子已经把力给它传导到它的车底盘上去了，然后把后轮的一个向下压的力传导到了前轮上。你看现在差不多这样子到这里，前轮差不多也是到我的手心到这里。我就简单的做一下对比，就是说车子2个前轮和后轮之间它是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前轮的下压力也增加了，后轮的下压力减少了，因为它分配到了前轮上去，所以说车子达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然后要说一下，就是说 Blue Ox 它的重力分配杆呢，它是分不同重量等级的，有350、500、750、1000这样子，还有甚至有更高的。它根据什么来呢？就是根据你的折重 ton weight 来区分的。比如说你的 trailer 它的一个 ton weight 如果是600磅的，那你可以去配一个750磅的。那我们这个就是600磅的。但是呢，就是说装点货物啊，装点其他东西，可能将近达到700磅，或者甚至更多一点，750磅达到我的极限。从我个人对安全的考虑来说，我就选了一个1000磅的，这样子就我有一个300磅的余量来给我的车子用。这个就是给大家一个参考，就是说你选 weight distribution hitch 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到一个杆子的一个重量，就是上面有很多重量分配。接下来一个对行车安全比较重要的，我个人理解下来就是说一个镜子。我们因为毕竟是一个家用的全尺寸的 SUV， 所以说它的边镜不能往外伸展的。然后呢，你拖了trailer呢，通常就是要转大弯 wide turn， 导致的结果就是说，你转弯的时候你看不到后面我trailer的转弯情况，所以说需要一个镜子，延伸的镜子来看后面trailer情况。而且大部分的trailer是比我们的车身要宽，那这样子如果你镜子没有延伸的话，你行车的时候变线呢你是看不到的，或者是说只能看旁边一点点。那有了这个镜子呢，你可以看到旁边很远，就是相邻车道的一个行车的情况，就是说对你行车特别是变线的时候会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包括转弯的时候它能给你的帮助也是很大的，就可以你看的地方多了，你转弯就会有更多的自信心。然后最主要就是安全，就是说你能看到什么你可以避免什么，而不犯一些低级的错误。接下来就是 wheel choke， 就是卡轮胎的一个东西。去过那么多省立公园玩呢，有过几次它的场地不是很平整，要么就是往前，要么就是往后。那这种情况下，就是 wheel choke 就显得相对比较重要一点，因为有了它呢，就是车子不会往前往后移动，这样子你卸钩子的时候就不会发生这种脱钩了以后trailer往前跑，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情况。所以说下了车到了营地，车子摆正了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把你的轮胎的 wheel choke 把它放上去。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车子从停车场或者家里面拖走的时候，你需要有第二个人，一个人在车里，一个人在后面，把所有的信号灯、左右刹车灯要全部试一遍，就是说一定这些灯都是在工作的，
这样子的话，就是说不光是你自己安全，就是对后面的人也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因为如果你刹车灯坏了，人家不知道你刹车，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是不是？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是说一定保证这些灯都是好的工作的。还有一个东西呢，也是跟安全息息相关的，基本上99%的trailer吧都是自带刹车功能的。这个刹车功能需要你的前车、你的拖车要有一个刹车控制器，就是 trailer brake controller。那我们这个车子当初买的时候没有配，但是它预留了它一个插口，就是你买一个适配的一个刹车控制器，就是这个东西，它可以调节你刹车的力度。然后还可以手动刹车，这样子你压的时候，就是你不踩自己的车的刹车，你只要按了这个东西，它后面也可以开始给你刹车了。然后这个东西呢，一定要买，为什么呢？就是说，本身你车子比较小，如果挂了一个车子跟你重量差不多的，你刹车的时候，如果后面没有刹车，你刹车的时候它就会推着你走。对不对？这样子就是说，如果它不带刹车的话，你的刹车距离会比平时增加1倍甚至更多，就是一个安全隐患。有了刹车控制器以后，就你控制后面你自己房车的刹车，这样子你刹车的时候它也刹车。那中间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怎么调整平衡，就是说你要的最佳状态，就是说你踩20%力度的刹车，它后面也是 apply 了20%的力度的刹车，这样子就不会产生那种拖着你走或者是推着你走的情况。比如说你后面 trailer 房车刹车调得太松太弱，那你刹车的时候它其实就是推着你走，就同样也会增加你的刹车距离。那如果你的后面房车的刹车调得太紧太 strong 了，那你刹车的时候明明你没想刹那么厉害，但是它后面刹车因为调得太强，所以说它刹得紧了，那这样子你会感觉一个拖拽感的感觉，就说你后面有东西拉着你走，这样子对你自己的车子的结构也会产生一定的损害。如果大家是特别喜欢房车出行，如果不想买皮卡，就可以考虑一个带大梁的一个全尺寸的 SUV， 像福特啊、雪佛兰、凯迪拉克这些都有它自己全尺寸的 SUV， 既可以装人又可以拉货。那它最好的地方就是说，它是一个带大梁的 body on frame。所谓大梁，就是它前后是有一根大梁贯通的，车子是架在上面。其实我们这个车就是跟雪佛兰的 Silverado 150是一个底盘，一个带大梁的车子，在拖东西的时候，拖房车，甚至你自己干活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带大梁的拖车，它的车身强度就会强一个等级甚至更多，这样子对你的车子损坏会减少很多。这个就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评论补充，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内容，那大家一起分享。